我是老赵，当了30年医生，也做了8年健康科普。今天我要说一个可能会让你吃惊的事实：那些每天坚持走1万步的人，膝盖出问题的概率反而比不怎么走路的人更高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我在门诊亲眼看到的。每天都有患者拄着拐杖进来，一脸委屈地问我：老赵，我天天走路锻炼，怎么膝盖反而走废了？今天我就把医生们没时间跟你细说的3个关键原因，一次性讲清楚。先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例子。上个月来了一位63岁的退休大姐，姓刘。刘大姐退休后，为了健康，每天早上在小区里快走40分钟，下午再跟着朋友去公园走一圈，一天下来轻松超过1万步。坚持了2年多，她觉得自己身体好多了，体重也降了。但3个月前，她的右膝盖开始疼，先是上下楼梯疼，后来走路也疼，最后连蹲厕所都蹲不下去。她去拍了核磁共振，结果是什么？膝关节内侧的半月板损伤，关节软骨已经出现明显的磨损。刘大姐哭着跟我说：老赵，我明明是锻炼身体，怎么把膝盖练坏了？我告诉她，问题不是出在走路这个动作上，而是出在她怎么走，走多少，用什么装备走，这3个环节上。而这正是今天我要讲的3个关键原因。第一个关键原因，走路姿势不对，膝盖在替你背锅。很多人以为走路是天生就会的事，不需要学。可你知不知道，我们大多数人成年之后的走路姿势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。最常见的就是外八和内八。刘大姐就是典型的外八字走路，脚尖朝外撇，脚掌着地的时候，身体的力线就发生了偏移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走路时膝盖应该承受的是垂直的力，就像柱子顶着房梁。可一旦脚尖外撇，这个力就变成了扭转的力，相当于你每天在拧你的膝盖，几万步拧下来，日积月累，膝盖里的软骨和半月板能不受伤吗？更严重的是，很多人走路时还习惯甩腿，就是用大腿的力量把小腿甩出去。膝关节在完全伸直的情况下猛然落地，冲击力直接传递给关节面，这种冲击力是体重的3到5倍。一个60公斤的人，每一步膝盖要承受180到300公斤的冲击。你想想看，一天走1万步，膝盖要承受多少吨的冲击？这是180吨到300吨。这就像你每天用锤子敲你的膝盖1万下，铁打的关节也受不了啊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比这个更隐蔽的问题出现在你的鞋上。第2个关键原因，穿错了鞋，等于光脚踩石板。我见过太多中老年人穿着一双几年前的旧运动鞋，或者干脆穿一双硬底皮鞋就去走路锻炼了。刘大姐穿的就是一双她在超市随便买的几10块钱的健步鞋，鞋底已经磨得一边高一边低了。我让她把鞋子翻过来给我看，后跟外侧已经磨得几乎平了，而内侧却还有花纹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她走路时脚跟外侧先着地，然后脚掌向内翻，整个步态是歪的。这种歪的步态日积月累，直接导致了她的膝关节内外侧受力不均衡，内侧软骨承受了超出正常范围的压力。所以刘大姐的核磁共振显示关节内侧软骨几乎已经磨光了。你可能要问，不就是双鞋吗？有那么重要？我给你打个比方，你盖房子，地基是歪的，上面的墙能正吗？你的脚就是膝盖的地基，一双不合适的、过度磨损的，或者根本没有缓震功能的鞋，会让你的每一步都像赤脚走在水泥地上。每一步的冲击波毫无衰减地从脚底传到膝盖，传到髋关节，甚至传到你的腰椎。但还不是最危险的，更危险的是，不少人走路的路面本身就是错的。刘大姐告诉我，她每天早上都是在小区的水泥路面上走。水泥路是什么路？是硬度最高、完全没有弹性的路面。
在这种路面上走路，每一步落地时，地面的反作用力几乎是100%地反弹回你的身体。如果你的鞋再没缓震功能，那你的膝盖就是那个唯一的减震器。医学研究早就发现，在草地上或塑胶跑道上走路的人，膝关节受伤的概率比在水泥地上走路的人低了将近40%。这就是路面的重要性，但接下来这一点尤其重要，也是几乎所有喜欢走路锻炼的人最容易忽视的。第3个关键原因，只走路不练肌肉，膝盖失去了安全带。这是我最想强调的一个原因。很多中老年人把走路当作唯一的锻炼方式，每天只走路，其他什么都不练。他们认为走路就是最好的运动，走得越多越健康。但事实恰恰相反，如果只走路不练力量，你的膝盖会越来越脆弱。为什么？因为保护膝关节最重要的东西不是骨头本身，而是你大腿前侧的肌肉，也就是股四头肌。这块肌肉就像你膝盖上系的一条安全带，它能稳定你的膝关节，缓冲走路时产生的冲击。如果你从来不练力量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肌肉会自然的流失，医学上把这个叫做肌少症。50岁以后，每年肌肉量会减少1%到2%，也就是说，你每天都在流失保护膝盖的肌肉，而你却每天都在增加对膝盖的磨损。刘大姐就是这样，她的2条大腿摸上去松松垮垮的，基本上没什么肌肉力量。她的膝盖等于是在没有安全带的保护下，每天都在承受高强度的走路冲击。有一天，当她上下楼梯时，没有足够的肌肉去稳定膝盖，半月板和软骨就直接硬碰硬的摩擦，疼痛就这么来了。我在门诊经常跟患者说一句话，肌肉是膝盖最好的护膝，它比你在药店买的任何护具都好用。但可惜的是，大多数走路锻炼的人恰恰最缺的就是这个。你可能又要问，那我到底该怎么走路才能既锻炼身体又不伤膝盖？接下来我给你一套实用且具体的方法。关于走路前的准备，你至少要做2件事。第一件事是选对鞋子，去专门的运动用品店买一双适合你足型的健走鞋或者慢跑鞋。记住，鞋底要有足够的厚度和弹性，你用手拧鞋底的时候不能太硬。鞋后跟的部分要能稳稳地包住你的脚后跟，不能左右滑动，而且不要等鞋子穿到磨平了才换。一般来说，一双健走鞋走500到800公里就应该更换了，大概相当于半年到8个月换一双。第二件事，选对路面，尽量选择公园里的塑胶步道、学校的操场跑道或者是小区的草地。如果实在没有这些条件，那就避开水泥路面，选择柏油路面。柏油路虽然也硬，但比水泥路还是好一些。记住，宁可少走几步，也不要在硬路面上多走。接下来是走路时的具体姿势，这一点非常关键，请你记住4个字：立收、抬、落、立直，就是身体立直，不要前倾也不要后仰，想象头顶有一根绳子往上提着你。收就是收腹，让你的核心微微发力，这能给腰椎和膝关节提供支撑。抬就是抬腿，用大腿的力量把小腿带起来，不要让小腿自己甩出去。落就是落地要轻，脚跟先着地，然后过渡到脚掌，整个动作就像猫在走路一样，安静又平稳。你在走路的时候可以尝试听着自己的脚步声，如果脚步声越来越轻，说明你的姿势是对的。如果每一步都啪啪响，那说明你的冲击力太大了。更重要的一个建议是，把你的步幅缩小，步频加快。很多中老年人走路的特点是步幅大，步频慢，一步迈得很远，但走得很慢。这种大步走的姿势对膝盖的冲击非常大，因为步幅越大，膝关节在落地时承受的力就越大。你应该反过来，把步幅缩短到自然步幅的70-80%，
然后把步频提高到每分钟110到120步。这样走，你会发现自己走得又快又稳，膝盖反而没有不适感。医学研究已经证实，同样的距离，小步快走比大步慢走对膝关节的压力减少了将近1/3。关于走路的时间和强度，我也要特别强调，绝对不是走得越久越好，走得越多越好。每天走多少合适？我建议中老年人每天走路的总时间控制在30分钟到40分钟之间，单次不超过1个小时。走路的时候能够正常说话，但不能唱歌，这个强度就刚刚好。如果走着走着发现膝盖开始出现酸痛，不要咬牙坚持，立即停下来休息。哪怕是只走了10分钟，也不要硬撑。疼痛是身体发给你的警告信号，你忽视它，它就会用更严重的方式提醒你。现在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，只走路不练肌肉怎么办？从你开始走路锻炼的第一天起，就应该同时做2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每周至少做2到3次的靠墙静蹲。你背靠着墙，双脚离墙约1脚远，然后像坐椅子一样慢慢往下蹲，膝盖弯曲的角度不要超过90度，感觉大腿前侧有酸胀感就对了。每次坚持30秒到1分钟，做3到5组。这个动作是保护膝盖最有效的动作，没有之一。第二件事，每天做直腿抬高练习。你平躺在床上或者沙发上，一条腿伸直抬起来，抬到离床面大约45度角，保持这个姿势5到10秒，然后慢慢放下。每条腿做15到20次，每天做3到4组。这个动作相当于给你的膝盖穿戴上一层又一层的肌肉护具。坚持3个月，你走路时膝盖的稳定性会明显提高。我还要提醒你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细节，走路的时机。很多人喜欢早上空腹走路，尤其是一些有糖尿病或者血压不稳定的中老年人。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早上6点到8点是心脑血管事件的高发时段，空腹状态下血糖偏低，加上走路会消耗能量，很容易出现低血糖或者心脑血管意外。我建议你安排在吃完早餐后半小时到1小时再走，或者下午4点到6点之间走。这个时间段身体的体温和肌肉活跃度都处于最佳状态，运动损伤的风险是最低的。好了，现在让我把今天的内容做一个小总结。每天走路的人为什么反而更容易膝盖退化？第一个原因，走路姿势不对，外八字甩腿，大步走，每一步都在拧你的膝盖。第二个原因，你穿的鞋和走的路面出了问题，旧鞋硬路等于让你的膝盖直接承受全部冲击。第三个原因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，只走路不练肌肉，你的膝盖失去了最重要的保护屏障。这3条原因就像3条锁链，你在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，最终都会把伤害集中到你的膝盖上。但我要特别强调一点，我绝不是反对走路锻炼，恰恰相反，走路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，它没有门槛，不需要器材，对心肺功能的锻炼效果也非常棒。我反对的是不科学的走路，是用错误的方式去伤害自己的身体。就像我经常跟患者开玩笑说的，饭是好东西，但每天吃10斤饭也能把人撑出毛病来。走路也是这样，关键不在于走路本身，而在于你怎么走，用什么走，走多少。如果你现在已经感觉到膝盖有不适，我给4条及时的建议。第一条，立即停止让你觉得疼痛的活动，不要企图用意志力去战胜疼痛。第二条，在膝盖疼痛的部位用毛巾包裹冰袋冷敷15到20分钟，每天3到4次，可以有效减轻炎症反应。第三条，暂时不要做需要膝盖负重太多的运动，改成游泳或者坐着练上肢的力量。第4条，如果疼痛持续超过1周，或者上下楼梯时疼痛明显加重，甚至出现膝盖肿胀，走路时膝盖发出响声或者卡住的感觉，
那就不要去网上查资料了，直接去医院挂一个骨科或者运动医学科的号。做一次膝关节的核磁共振，这是一个非常成熟、非常安全的检查，能帮你准确地判断问题出在哪里。最后，我想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。作为医生，我最心痛的就是看到那些热爱生活、积极锻炼的中老年人，因为错误的锻炼方式而提前损伤了自己的身体。你本来可以健康地走到80岁、90岁，但3年5年的错误走路姿势，就可能让你提前10年坐上轮椅。这不是吓唬你，这是我30年行医生涯亲眼看到的。锻炼是为了让身体更好，不是让身体更差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你一定要转发给你身边那些喜欢走路锻炼的朋友和家人，让他们也能避免犯同样的错误。您有类似经历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故事，我会在空闲时间尽量回复大家的问题。请记住，我分享的内容基于我个人的从医经验和公开的医学研究，不能替代医生的当面诊断。如果有任何健康问题或正在服用药物的患者，在开始新的锻炼计划前，请务必咨询专业医生的意见。我是老赵，陪你科学锻炼，健康到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